在上期的影片中，我们利用触控键盘模组实作了一个触摸式带指示器的电子琴。然而，如同我们在片尾所说的，即使我们采用了现成且成熟的触控模组，也无法避免容易误触等等的问题。明明就是因为搞不定触控还说。因此，现在我们必须回到起点，重新设计低噪音的按键方案。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为了消除按键噪音才采用触控的嘛。好在也没有让我们花太多的功夫，就找到了3款静音型的按键。因此，今天这期影片的重点就会落在如何为我们的 keyboard 安装及驱动一个快又可靠的静音按键啦。而安装了实体按键之后，我们又能将我们的电子琴发展出哪些进阶功能呢？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就动手来实作吧。我们挑选静音型的按键有几个基本的要点，像是感应精确、不容易误动作、反应灵敏、速度快，还有不能发出噪音等等。我们没办法确定这些网络上买来的按钮品质怎么样，是否承受得住我们所需的操作速度。毕竟，我们可是将我们的作品归类为电竞产品呐。电竞，操作时间相差个几毫秒。可能就是从上凸台到坐冷板凳的差别啊，所以我们查了一下按键速度的世界纪录，大约是有到接近每秒20下的级别。而我们要做的是音乐键盘，是不需要每秒20下这种速度的，因为一般音乐节拍最多也就每秒3-5拍。这当然不包含特例呀。然而无论如何，电子键盘的反应速度可不像一般钢琴来得及时，不论按键的硬体结构或是软体驱动，可都是会影响操作速度的。所以我制作了一个这个，用来测试这些按钮的操作特性，看看是否会因为静音结构的设计而影响它的操作速度还是灵敏度呢？因为我的电动起子最高转速是每分钟650转，也就是每秒大概10到11转左右。乘上这片四角板，所以最高就可以测到每秒40个点击率。我们就用这样的速度来测测看这3款按键是否能过关，顺便也能看看是否会有潜在的特性问题。作为对照组，我同样挑选了几个有声按键，看看这些不同类型的按键特性上有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在那之前，我们还是要先用手来按压看看，体验一下这几款按键的弹跳特性怎么样。我们的测试方法很简单，就是使用一台万用电表的电阻档位来进行量测。这些按钮全部是并联状态，当按键按压时，它就会呈现一个低阻抗的短路状态。因为我们要做的是电子琴的键盘，所以一般还是会希望按压的力量越轻越好，这样操作反应才会比较灵敏。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按钮放在这个秤上面，来量量看按压需要多少力量，它才会感应到有按键。经过我们的简单测试，其实除了第2颗这颗按键需要真的按压很大的力量才感应得到，而且导通阻抗还很大，所以这应该是某种特殊用途用的按键，完全不适合我们的应用。其他的按压力量大约都是150到300公克左右，基本上也都适用。特别是这第3颗按键，按压的力量只要大约80公克就能动作，算是最适合我们啦。然后在按压时，它们全部也都没有什么弹跳现象，算是特性都不错，可能因为都是新品的关系吧。再来，我们要测试这些按钮的机械速度。这是我们从 DMM 上抓取下来的资料，其中 A 栏位代表的是电阻值， B 栏位代表的是时间。而这个显示紧的，是一个代表无限大的数值，代表超出范围，所以我们不需要看。当我们有看到一个很小的数值，就是代表有侦测到按键了。一开始因为转速比较慢，所以间隔时间大约是
100 millisecond 左右，也就是每秒10次。我们把数列拉到后面，就可以看到最高转速时的速度，间隔大约都是23到25毫秒左右，所以大约就是每秒40次。我们可以把它拉成图表，比较容易看得出每次按键之间的间隔，大概都是20几毫秒。实际上，在我们全部都做过测试之后，除了这第2颗之外，其他的其实都可以轻松的达到这个速度。所以照这样来看，可能这些按钮的结构其实都可以操作到非常高的速度。所以其他的我们这边就不特别多做什么说明了。那刚刚我们已经简单的确认了一般微动开关的机械反应速度，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可以把这个矩阵键盘和音频模组先安装到开发板上，来看看按键的侦测效能究竟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先把按键扫描的范例程式加到我们的专案中。然后我们使用这个键盘扫描函式来取代掉我们原有的触控键盘扫描函式，然后上传来测试一下。结果很明显，我们的音频被干扰得非常严重，这应该就是键盘扫描程式惹的祸啦。那为什么音频会受到干扰呢？因为我们是采用 8K 赫兹的取样率来播放按键音频，这就代表我们的处理器必须以每8000分之1秒的间隔，持续不断的把每一笔音频资料送给音频模组来进行播放。也就是说，处理器操作专案中任何其他功能的时间都不得占用超过125 microsecond。如果真的不慎占用了超过125 microsecond， 那就会使喂给音频模组的资料变得不连续，听起来就像是这个样子啦。至于我们的按键扫描程式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它到底对程式执行做了什么。我们可以在键盘扫描函式执行前，先将一支输出讯号设为 high， 并在扫描完成后拉为 low， 这样就可以知道处理按键扫描一共花了多少时间。我们把这个碳棒勾到测试角上，然后看一下按键扫描占用了多少时间。大约是320 microsecond， 因此这段占用的时间明显就是导致音频噪音的元凶。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不把这个350 microsecond 的时间缩短到120 microsecond 以内，甚至是100 microsecond 以内，才有可能不影响音频，否则我们就无法采用矩阵键盘的结构。但这做得到吗？这时，我们直接请 AI 很粗暴的，不管程式的可读性，将原本的按键扫描程式改成这个样子，然后再来看一次按键扫描所花费的时间。很神奇的，它直接变成了25 microsecond， 已经远低于维持取样率所需的125 microsecond 啦。所以这么一来，系统应该就很有余裕去稳定的传送音频资料了吧？那是否就能输出干净的音频了呢？听起来果然就好很多了吧？那既然我们的键盘已经不会造成音频播放的噪音了，所以接下来剩下的大多就是一些线路连接、焊接以及接角对应等的工作啦。我们就快速的把这些键盘全都安装起来吧。现在如您所见，我们已经将15颗白键都安装妥当了。而且除了按键之外，我们在每颗按键上都附加了一颗贴片型的 LED， 因为如同我们前面谈到的接角数不足的问题，所以我们将这些 LED 接到外部接角，利用另一颗 SAMD21 微控器来作为扩充的 LED 控制器。
我们是采用 I2C 来连接这2颗 MCU， 用来传送 LED 的控制资料。而因为 I2C 的速率又是出了名的慢，以基本的100 kbps 来计算，传送最基本的5个 byte 资料内容，就需要花费400 microsecond， 和按键扫描一样，这占用的400 microsecond 时间也是会严重影响音频播放，所以我们必须将资料分拆成5次传送，另外再将速率调成至少400 kbps， 这样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到这边，基本它的功能性和反应已经都比上一个版本的 Keyboard 来的稳定又可靠了。为了要让它再更有趣一些，我们想要帮它加入一点游戏的元素，那就是计分板啊！我要让它在使用者有在 LED 显示的期间，如果有按到正确的按键，就可以得到分数；反之，如果乱按就会扣分。总之，若能在单位时间内得到最多分数，肯定就是越好的演奏。考虑到实作复杂度和工程时间，我想我们还是先采用这组经典的1602 LCD 面板，因为相关的程式资源很多，我们很容易就能把它引入我们的专案中。完成改装后，我们可以插上这个面板。到这边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内容啦，感谢您的收看，最后别忘了帮我们点赞订阅哦，我们下部影片见啦，拜拜。